那不管是什么理由，我觉得这个不等同你可以嘲笑中国的这个军火工业或他们设备的能力。所以我真的呼吁台湾朋友，你不要这样嘲笑中国的军火工业，他们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该做的国防投资还是要做，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嘲笑中国的防空设备或武器等等。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很危险。但是如果真的是照委员说的是美国有它的美军或情报的能力，这个也还是值得佩服，不是吗？哦，对是，CIA 很厉害，比那个普丁厉害太多，你普丁都买不动基辅，你看。这次美国的攻坚之所以可以成功，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支特种部队之外，还有武器，还有刚刚小舰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国早就已经打通，并且成功收买了当地的一些官员来做到里应外合，让这一场任务就变得更加的成功顺利。那其实现在大家也在看说，那中国大陆呢，在这一次的这一场行动当中，怎么看不到他的角色呢？因为这个委内瑞拉不是多年都是靠大陆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吗？为什么这一次好像看起来没有发挥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大陆长期在这边，委内瑞拉长期跟大陆买的武器有哪些？画面上 CG 我们看到，包括了反隐身雷达，还有2栖战车，打造的是整体的海陆空的防御线，被视为是中国军事在南美洲的一个最佳橱窗。那针对这一场任务，其实国务卿卢比欧也特别点出来了。他说呢，这个是西半球，我们不容许中俄伊朗在这里接下来建立任何的情报、能源跟军事上面的据点。美国也不容许中俄伊朗在委内瑞拉搞情报、投资石油业。带观众朋友也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同时也是现在的代理总统，本来呢他一直在批评说这个川普的行为是非常的恶劣，是暴力的，但他最新改口了，他说呢，他接下来愿意和美国合作。好，先请教委员怎么看？美军快速的拿下马杜洛，中国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为什么看起来失效了呢？那委内瑞拉其实除了有中国大陆武器之外，其实还有其他，比如说俄罗斯的武器、防空情报，为什么美军可以轻易的突破？委员怎么看？中国帮委内瑞拉打造的南美钢铁防线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不是美军很厉害，而是美金很厉害哦。这个美金是超级厉害的我解释给大家听那个中国卖的 JY-27反隐身雷达是米波雷达，它只看得到，无法手电，无法射击。换句话，它不是拳头，它只是眼睛。所以即使它看得到逆中战机，因为米波太长了，1公尺以上的波段，它根本没有办法用飞弹瞄准，所以就不用提了。那你所以你那个 VN-16、18两栖战车没有用，因为没有人要登陆啊，根本没有人要登陆，你用两栖战车干什么？所以买了这2款一点用处都没有。真正有用的是俄罗斯卖的叫英格拉 S 监射式防空飞弹，它去哪里了？200枚在哪里？没看到，没看到，那怎么可能呢？那这一次美军怎么进行攻击？你别听他吹牛啊，什么我模拟老半天，我4个中队，1个中队75个人，4个中队300个人，好像很厉害很那，不用，台湾军队就可以抓得到，只要美军够的抓得到。这是什么玩的游戏？为什么很确定这是美军呢？如果你美国国防部，我的国防部军人在马杜罗的住宅附近10公里内布满了200个监射性防空导弹，请问你这三角洲特种部队搭他们的 CH-47 Chinook 运输机，那是没有防卫的能够进入他的住宅吗？不可能的事，一定被打成烂窗，你三角洲打成五角洲，变成三角裤都没有了。我讲的不客气是这样子打那种飞机太容易了，我又不是没有试过这种瞄准打那种飞机的，它一低空嘛，根本就不用什么隐身不隐身，那监射是，我跟你讲，300颗有1颗打不到，什么意思？买光了，军方买光了，政府买光了，政客买光了，包括马杜罗办公室买光了，那是马杜罗活该嘛，当总统当到这种地步也真是活该，没什么好说的。那所以去吹嘘美军很行，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武器这个很差，因为他根本不是用这种场合他不是F-35飞来跟你打架他不是他完全就是直截了当的买完了以后，你不可以部署监射式防空导弹，监射式防空导弹200-300枚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全部消失掉，你说是怎么可能呢？就消失掉了。
啊，你说哇，美军有去轰炸什么雷达站？雷达站当然会开个雷达站让你打打看，表示我有抵抗，那我钱照收。哎，这种黄盖的戏我们还没看过，《三国演义》大家看过黄盖吧？没什么了不得的啊。换句话说，这个马杜罗被抓哦，就是因为什么？他自己不晓得花钱啊，哎，不晓得去收买这些人啊。我跟你讲，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公开讲，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所有的首都的防卫司令，通通收钱。不然不可能这种结局。你问那个我们真正的军人知道，你只要一声令下，在周遭每个地方肩扛着，你美军进得去吗？你说轰炸，你可以轰炸200多个点吗？那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个屋顶上，民居都可以有啊，你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不出动？收了钱嘛。所以美军比美军更厉害。美军厉害还是美军厉害 ？Russ 来。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在台湾社区媒体看到太多人，包含政治人物、KOL 等等，都一直说哦，你看中国的军火工业那么乱七八糟，设备那么乱，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真的是对台湾国家安全非常非常危险。那如果这一次委内瓦的防空系统失败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委员刚说的是他们被收买，或许是因为训练不够，人才培训不够好。没有，那个建设是不用训练，只要监视而已。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评论说，其实他们购买的系统，不管是中国或俄罗斯，其实不合适委内瓦的情况。那不管是什么理由，我觉得这个不等同你可以嘲笑中国的这个军火工业或他们设备的能力。所以我真的呼吁台湾朋友，你不要这样嘲笑中国的军火工业，他们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还是很危险。对台湾该做的国防投资还是要做，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嘲笑中国的防空设备或武器等等。我真的觉得这个思维很危险。但是如果真的是照委员说的是美国有他的美军或情报的能力，这个也还是值得佩服，不是吗？对是 ，CIA 很厉害，哇，比那个普丁厉害太多，你普丁都买不动基辅，你看。是，那同样一个问题，我也请教杨老师又怎么看？就是刚刚也特别提到说，这一次美国为什么要抓马杜罗，是不是就是主要他就是要阻止中俄伊朗在委内瑞拉这边去发展他的武器跟他的情资？那台海确实刚刚 Russ 也提到嘛，是不是接下来也要紧张？老师怎么看？其实美国从冷战之后啊，针对4个国家的元首曾经进行过斩首任务，都成功。1989年巴拿马诺瑞加，跟这一次的在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很像，我们等一下回来比较一下。第二个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总统海珊，然后呢，2011年利比亚的总统戈达费，那在巴拿马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说，那个时候打了快1个多月啊，美军自己死亡25个人，受伤超过300人，所以那是军队真的上去。然后呢，巴拿马的军队，巴拿马跟委内瑞拉不能比啊，那个军队基本上是非常弱、非常少。那委内瑞拉这边死多少人？死了大概200多个人，所以那个是一个真的就是长期大概超过1个月，然后呢，美国也是慢慢的推进，最后把诺瑞加给逮捕，那一直关了大概有将近20年哈，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法国。这一次你看，没有一人受伤，没有一人死亡，美国，所以完全验证刚才蔡委员讲的，就是美金的力量。那现在报纸已经出来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人拿了5000万美金，5000万美金一个人，值得。对，因为你换算那个石油量是多少？是委内瑞拉所拥有的石油储存的量是全世界最多，但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你不要把这个价钱公开，待会凯达格兰大道有个办公室主任啊，我会拿这个价钱。他成也石油，就是说他因为他有石油，而且他储存那么多，但是他开采的很不利，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有就是那个雪佛龙啊，大概是在那边有开采权，开采的很少，其他的开采的不多，
所以大家都说啊，因为要阻断中国对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错。到后来，它将近70%到80%哦，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但是占整个中国大陆在去年整个总进口的比例不到2%。所以事实上，并不是说真的要斩断中国这个问题，而是为了石油的问题了。深夜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中俄都在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一回美军的三角洲5分钟之内，这个特种部队就可以破门？这是什么样等级的一场作战呢？今天就这一些军事上、军情上，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分析。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在美国的总统川普3日亲自宣布的，他说美军已经成功的拿下了马杜洛。深夜这一场行动代号悄悄的展开，当时出动的就是美军最精锐也是最神秘的，他们叫做这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等一下我们会三角洲特种部队会有比较精密的一个解析哦。那么当时呢，他是直接闯入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的这个官邸的卧房，并且在这边引爆炸药之后，就强行的闯入了。5分钟之内，只有短短5分钟哦，是立刻攻坚完成，并且这个马杜洛的夫妇哦，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已经被强压上美国的军机离开了当地哦。那么当天晚上，根据美国的人民所看到、所描述的画面，就是当时在卡拉卡斯的上空是有直升机来做穿梭的，并且在当地连响了7座非常大的巨大的爆炸声，火光整个划破了夜空。美军的精锐迅速的控制了目标地区，而这一场行动最重点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他们到底是谁呢？他们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核心。那么他们其实是在美军是非常精锐的一个部队。回顾当年2019年的时候，他们曾经猎取伊斯兰国的首脑，也就是巴格达迪哦，是被视为是最危险的部队，也是这个电影《黑鹰计划》当中特别描述过的这一个精锐部队。他们更是有备而来，这个精锐部队早就已经针对这场行动在做准备，也就是在去年12月曾经拍板了一个行动，叫做绝对决心行动。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他们就直接搭建了一个全屋尺寸啊，复制马杜洛他的官邸的一个复制品，就在这个屋子里面进行反复的演练哦，操演，所以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而在行动当天呢，根据美方的参谋首长的说法，其实除了这个特种部队之外，还出动了超过150架的军机，之外还包括了 F-22、F-35，还有 B-1 轰炸机、E-2预警机和各种的无人机。他们的做法是先把这个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全部给瘫痪掉，最后再派直升机低空的突入。那么三角洲的部队呢，外媒形容主要的任务就是分为4个中队，部队是专精于这些高风险价值的任务，还有反恐行动跟人质救援、歼灭威胁目标的各种侦查等等。而这一次为什么行动可以成功？除了有这种特种部队，还有美军的各种的这种军机啊，还有他们的武器之外，CIA 在美国还安插了线人，并且派出了逆踪无人机，长期持续的监控马杜洛，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美军还根据了解，寄出了5000万美元的悬赏金额，提供给这些提供情报给美国的这一些线人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关键之一。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这个三角洲部队被比拟做黑鹰计划的特战级的单位，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5分钟之内可以攻坚？是现代版的斩首行动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吗？事前模拟的官邸的这一些动作是否又非常的缜密呢？吕舰长怎么看？我们讲到三角洲部队以及海豹部队，他们都是同一等级的这一个特战部队啊。那特战部队当然它有肩负一定的使命，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它所宣称的兵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来看啊，这一张我手上这一张，也就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它实际上的部署啊，那在最远这个呢可以达到500公里远的，那也就是中国大陆输出的这一个JY-27的这一种反逆中的一个雷达。那其实呢，它除了我们讲到中国大陆的装备之外，它还有俄罗斯的
这个它虽然这边叫做安提2500啊，其实它也等于就是 S300系列的防空飞弹。那我们当初看到了这么多的装备，为什么就是刚刚如同主持人讲的，5分钟就结案？那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状况，也就是美军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模拟，然后这个模拟呢，我们看到它不是只攻击有关于首都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红点的部分，通通都是攻击的位置。那攻击的位置，就是其实让委内瑞拉的部队其实并不确认它真正的重心在哪里。另外特别强调的一个，也就是160特种部队，它其实号称夜行者，那也就是这一次作战其实是半夜出动的，那也是凌晨，它执行的都是高风险低强度的一个夜间任务，它是所进行的任务的本质其实是渗透以及撤离，还有突袭。这一次就是突袭。那我们在这张图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那也就是奇努克CH-47的这个双螺桨的一个直升机。那前面这一个，因为这个照片太糊了，其实我们不太能够判断了。那但是其实它所有的，包含刚刚电视墙上面的无人机，其实它整个的装备就在这里。那大家会觉得一件事情很奇怪哦，为什么这一个反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多次拿出来的这张照片，也就是JY-27的雷达没有征收到？其实这个问题呢，不要问别人啊，这问题要问委内瑞拉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到Sky TV 它所提供的一个讯息的话，他讲说这一次其实叫做协议性撤退。那什么叫做协议性撤退？协议性撤退，也就是真正靠的不是这一些武器，不是这一些那个部队，而靠的是美元的能力。也就是我透过了买通这么多的一个各级军官，也就是哪怕你看到了，也都是做壁上观。所以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立刻就拿下来，而且好像也没有看到整个委内瑞拉的部队成体系的进行反抗，或是不成体系的，也就是我们台湾常常讲到的分散式管制的一个反击。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它整个部队都被渗透了，被渗透之后，其实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也就是完全束手就擒。川普已经下令要炸委内瑞拉了，现在说法呢是 CIA 是幕后的黑手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同步现在卡位在拉美国家，美国后院全面起火。赶快来看到川普在12月29号最新证实的，他说呢，美军呢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已经摧毁了一座大型的设施，主要是因为这边有做运毒的动作，在他们把毒品装载到船上的码头区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他说他很清楚是谁做的，但是呢，他不想要多说是谁。好。CNN 怎么说？他认为这可能是 CIA 对于委内瑞拉一处港口设施发动用无人机所做的一场空袭行动。这个是美国接下来要陆上作战针对委内瑞拉的一个前兆吗？这一系列的动作。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早就已经重兵部署在委内瑞拉的附近了，包括有这个福特号航母，还有 F-35等等。到底何时可能真的会动手？川普的进攻计划又是什么？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因为美国是极限施压，直线施压逼马杜罗下台，这是不流血，你就自己卷铺盖，想办法找个地方就交差了事了。这个如果极限施压没有逼马杜罗下台，那他现在就希望美国是希望经过极限施压，他内部推翻。那内部推翻呢？那有没有这个内应够不够，力道够不够？马杜罗会不会因为被推翻，或者造成流血事件，就马杜罗就除掉了？因为马杜罗是反美政权，美国希望有个亲美政权，所以也断了马杜罗的这个我们讲的金源，这个金钱呢，他这个每一年光卖石油就是80亿美元，他靠这个外汇，你知道，我断掉你石油，统统给你扣住，不让你不要外销。
然后让这个马杜罗面对更大的经济的压力，而转化为政治压力，是这个样啊。如果都没有办法内部推翻，没有办法逼马杜罗下台，那可能美国会动手。美国对动手的可能不会，我认为不会大动干戈，斩首就可以了。美国有这个能力，外科手术式的斩首行动，那这是下之策，毕竟动武了，毕竟这个流血了，而且只要是动武就会有风险，因为美国只要动武，美国一定会损兵折将，不可能美国海豹队一个玩世而归，一个人都没有损失，不可能的嘛，双方都会有交战，一定会有损失，只是人数的多寡而已啊。那川普是不是要面对美国内部的压力，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所以美国现在的直接这个3步走。这3步走会走到目前的状况，我认为还停留在第1步到第2步之间，还没有到第3步。那现在一直在直线施压，对他的炼毒厂炸，他感觉为什么不对军队炸呢？就炼毒厂啊，他没有对炸军事目标啊。那逼这个极限施压，看他的内应够不够。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啊，因为马杜罗掌控了委内瑞拉的政权3年了，对，3年的话，各种的布局、布阵、布势都差不多了，所以他是牢控住的。所以真正要这个不流血，让马杜罗下台，这个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都拖了4个多月，还有这个状况吗？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状况，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因为美国还有多少的要愿意付多大的风险跟多少的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美国可不可以达成这个任务，就会达成他的这个目标？我认为目标不是问题，是要付出多大的风险跟代价，这是美国去估量的问题。好，现阶段为主，这个美国还是持续的做极限的施压。那针对于这一场行动，也有在解读说，到底是 CIA 做的，还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所做的？那今天川普这个动作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因为他说是弃毒行动嘛，还是有没有侵犯主权的问题？像这些问题又怎么看？如果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美国对委内瑞拉要什么？2个，要石油，制造石油的控制权；第2个，要它的中南美洲的后门当中，它要能够把握。真正的核心是这些东西啦，就 CIA 弃毒，这些都是门面的，不会说吧？但如果刚刚将军所提到的，但已经4个多月了，以美国这么强大的军力，航空母舰都到那里，还不止1艘，那到底他忌讳什么？为什么不打？都大家在看的。我自己认为是主要2个，第一个就是前面刚刚讲，其实美国在衡量这个代价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有所犹豫。对，因为最重要犹豫什么？如果美国是我把你攻打下来的，不就变成我的领土，那也倒罢了。美国就是一个讨厌治理的人，他只要好处，他只要把我不要人换到我要的人。可是你现在熊熊的把现在委内瑞拉的部分整个领导班子拿掉之后，可能会让他一乱了，他其实石油也不见得拿得到。我觉得就第一个就是他那个东西很难搞，第2个部分还是来在于背后中国的力量跟俄罗斯的力量，军事同盟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里头的很多石油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投资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到现在对委内瑞拉并没有发布撤侨计划，就比方说这个情势，中国还是看在眼底。各位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当中有个潜在的这个国际的部分的拔河或国际的这个部分拉扯。我举个例子，巴拿马运河，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说拿回来要出兵等等，到现在呢？巴拿马也说我会配合美国，1年了下去了，李嘉诚的党还没卖掉啊。然后所有这些东西，中国大陆还是紧紧的控制，不轻易的撤退。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自己长久以来布局，不会因为美国的威吓就有所影响。而这个当中的人事实地物的变撒在里头，究竟有多么浓密？其实美国当然会知道。我认为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没有轻易动手。背后还是有中俄跟美国之间的大国在台面下我们见不到的，包括这些利益方面的拉扯的力量。对，确实哦，在这一场的行动当中，美国忌讳的为什么不打的，还有这个中俄这种军事同盟的关系，他们跟委内瑞拉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关系。我们看到，尤其呢，现在中国大陆它也是长期的买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现在有一个最新数据，来自于德国之声的分析，他说目前委内瑞拉仅占大陆石油4%，但是呢，确实还在持续的数字上升当中。12月每日进口大约是60万桶委内瑞拉的原油。那你说这数字没有很高，为什么大陆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有3个战略意义。第一个就是强化
大陆的能源自主，也就是不会再被西方持续的制裁卡脖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美国的后院持续的卡位。那同一时间，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学者这样分析，委内瑞拉危机是自古巴危机以来，美国首次被迫在拉美事务当中直接跟俄罗斯来做协商，所以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反而替大陆制造了独占委内瑞拉石油的一个机会吗？委内瑞拉是否成为这个普丁手中的活棋？因为它可以趁此来包括分散美国的战略重心，来制衡川普，怎么解读？干哥？没有，我跟你讲，螳螂捕蝉嘛，什么东西在后？很简单，今天我跟你讲，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制裁，对不对？但是美国还是认为说，在外交上面是不是要跟俄罗斯谈一下？那你就会觉得说，美国第一次要，也不说低头啦，第一次要说，老哥，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你在扶持的，为什么？2013年老总统查韦斯去世之后，有一个瓜伊多，美国支持的，在国会大选临时大选中得胜了，美国要支持他的胜，可是后来马杜罗强势介入。马杜罗老实讲，那个时候马杜罗上来的时候，我跟你讲，美国人就很讨厌他了，不是川普讨厌他而已。所以川普是这个多年的仗做一次爆，但是川普想得更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刚才讲螳螂可能是美国捕蝉是委内瑞拉，黄雀后面是一个什么俄罗斯，再后面一个是中国，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讲了很多次了。委内瑞拉石油蕴藏量是多少桶？大家知道了吧？3000亿桶是人类目前可知最大的油田蕴藏区。你把北海布伦特拿来比都可以，你把南极还不知道拿来比都可以。目前已知道的最大石油蕴藏是在南美的委内瑞拉，3000亿桶。中国当然要赶快，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赶快把什么那个通信还有那个通讯器材、家电器材都卖给委内瑞拉，所以其实中国在委内瑞拉是很近的，他都没有讲一句话，慢慢在插旗。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果说你委内瑞拉，它现在已经变成美国的眼中钉，对不对？重要的是在委内瑞拉跟圭亚那的这两个国土的交界边缘发现了新的油藏。我跟你讲，这个油藏一定要美国来控制。不可能再让委内瑞拉你自己控制，所以他现在对于马杜罗的态度非常强硬。我跟你讲，没得讲，你只有下台，你不下台的话，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只有打死毒枭而已，我连油轮都会拦下来。为什么？油轮拦下来就是你的经济命脉，因为你的石油公司在我们美国运作已经被我冻结资产了，现在我直接拦油轮，所以这个你说他没有中情局的角色在里面，我是怎么样都不相信。快要70年前，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那个失败的行动——猪猡湾入侵事件，谁主导？就中情局主导的中情局训练古巴人怎么样去打你们的卡斯楚，结果一败涂地。川普再踢铁板了，不惜当强盗，也要逼马杜罗下台，部署美军。现在原因出来了，因为他太烧钱了，所以他这一战得持续打下去啊。但是能够持续多久呢？川普会不会再输一次？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这个是美国，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才看到是美国公布的，他派出了他的直升机，直接降到委内瑞拉的一艘游艇上面去执行一个扣押他的油轮的一个任务嘛。那当时呢，川普还说他还会没收船上的石油，并且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来做施压。不过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他的施压动作不会只介于对于马杜罗而已，接下来3重锁定大制裁行动，包括了马杜罗的亲戚，还有运送到委内瑞拉的所有石油的油轮公司，甚至是要扣押更多在委内瑞拉的油轮哦。那么外界也分析，这个时候川普会提高不断对于委内瑞拉的施压，就是因为他真的快要撑不住了。首先撑不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资金啊，这个实在是太烧钱了，每天军费超过数千万美元。为什么会这么烧钱呢？因为太多的军事武器到现在都还在摆在加勒比海这个附近做部署啊。我们来看到，包括了1.5万名的美军福特号航母，还有10多艘的战舰等等。另外看到还有1艘的攻击核潜舰，甚至10架F-35战斗机，每天都在烧钱。但是结果如何？
如这个大炮打小鸟哦，只是炸了几艘来自于委内瑞拉他们所称的运毒船。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的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川普一直说要打委内瑞拉，打了半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打？那他是不是自己在金钱上面太烧，很快就撑不下去了？将军怎么看？军事是接受政治的指导哈。在政治的大方略定出来以后，我们军事是配合政治的要求来做行动。当然，相对的，政治你要达到目的，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你才能够达到政治的目的。那这次我们很明显看出来，川普他在政治上的目的来讲，是要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哈，然后借着军事的压力迫使他下台。可是他的军事手段、政治方向，我认为他是对的哈，因为。就美国自己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你这个南美洲在这边不听话，然后甚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啊跟着你们一起起哄，那我将来我美国哈这个我们自己后花园都管不好，我怎么去管到东太平洋、西太平洋的事情？所以政治上他一定要将这个带头的委内瑞拉将他打压下去，然后逼迫马杜罗辞职下台。我先讲，这是他政治上的目的。那你用军事手段，政治是指导军事的。你的政治目的，但是我觉得他军事指导的手段就大错特错了。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遂行你军事手段。怎么讲呢？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兵贵拙速，未读巧之久矣”。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思敏你刚刚所讲的，你在这地方烧了很多钱，搞了2个多月，对不对？这个人仰马困的，所有兵力在海上漂2个月，那阿兵哥该晕船的也晕船了，从晕到不会晕，对不对？哈，然后由飞机所消耗的，不管是零附件或消耗掉的油哈，甚至于阿兵哥所发的信响，那已经是一笔很庞大的数字。所以《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这意义就在这边，你要用兵作战，你一定用很笨的方法，可是我很快的解决掉一场战争哦。未读巧之久矣，就从来没看过一场战争是在那边搞花样搞很久哈。虽然说很漂亮，花招很多，可是拖很久。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现在是不是就是正如《孙子兵法》上面讲的，就是又这个巧，但是又很久。在那边搞很多花样，一下子又是这个B-52，又是 B-1B 哦，又是这个航空母舰这个福特号过来，一下又是核子潜艇，一下又是2栖攻击舰，那兵力从4-5千人，现在提高到1万多人，你光在那边耍花招，可是你没有实际上面的真的动兵用兵，我觉得就不符合军事上目的。所以政治上跟军事上当然不能配合来讲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就算是马杜罗真的下台，因为你的压力而下台。但是就美军来讲的话，这是自己本身也会元气大伤。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国所要应付的不是只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它不管是在欧洲那边对乌克兰，或者是目前来讲在东南亚这边跟这日本想要联合来对抗中国，那你将所有的兵力的精力都运用在这么一个小的国家上面，那试问一下，你其他大局你还顾得到顾不到？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上它是对的。可是军事上所采取的手段是错误的。我认为你军事上你要采取手段，要速战速决，就是比照你去捕捉巴拿马总统诺雷嘎那种方式哦，直接用海豹特遣队，直接用斩首作战，那不要在那边喊话讲了半天，这个讲久了大家就不理你了。所以我觉得军事上他的策略是错误的。好，这个是其实川普一直在计划这个所谓的南方之矛的行动，要拿下这个整个中南美洲的，要控制它。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体行动看起来是花费了非常多的金钱，但是可以说算是失败的。那其实这背后的目的，现在还有一个解读，是不是除了要掌控整个中南美洲地区之外，还有背后的势力，也就是中国大陆，美国希望能够一石二鸟，也打击到大陆。因为呢，美国看到了一个现实，就是目前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的关系是真的蛮好的。大陆购买了高达80%来自于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最大买家。光是去年中委之间就加大合作，投资了10亿美元，在扩大石油的开采。换句话说，如果委内瑞拉受到冲击的话，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恐怕是中国大陆在能源在海外的一个布局了。另外呢，要整大陆还有另外一招，就是锁定在于影子船队。这些大型老旧的油轮，主要是替伊朗跟委内瑞拉这些受到制裁的国家偷偷把石油运到中国大陆的买家。好，所以呢，美国就有非常多的行动，在这近期，尤其在10号这一天，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超过80艘的油轮停在委内瑞拉，当中有30艘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他们在得手这一些油轮
之后，装有石油的油轮之后，就会把他们直接变成美国自己的财产，一举两得。所以背后也是为了要整治打击中国吗？杨老师怎么看？委内瑞拉每天出口的石油是84万桶，每天哦。那如果说现在是80%，那大概是67万桶，到中国大陆。可是事实上，在去年2024年的数字呢，也就没有发生这个危机事件之前，其实委内瑞拉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石油每天27万桶，啊，那不管是27万桶还是67万桶，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实真的是这个微不足道。对，因为中国大陆每天进口的石油1200万桶，所以就算是67万桶，大概是占它每天1200万桶的5.5%。那主要大陆来的这些进口石油区域还是中东、俄罗斯、非洲啊，以及东南亚，所以它可以随时的去做就是调整。那你就看到去年是27万桶，最近增加到这个67万桶每天，那就表示说委内瑞拉的油其实卖到别的地方去，可能有一点受到美国的压力，是，反而它往中国走，反而中国因此增加了，OK，那对中国大陆而言，反正这个一点点你增加一点点 ，OK， 你来，美国其实没有真的在意这个东西，那对中国影响不大，那反而中国因此而获利，那我觉得其实川普反而应该去跟中国大陆谈。你不要这个时候接收这么多委内瑞拉的油，不是在打他吗？你在接收，你在干什么？但是中国大陆说，那只有一点点而已啊。其实你要的重点根本不是在这里，而是你的军事力量符合川普所说的，这是我的势力范围。21世纪的门罗主义，委内瑞拉这边这种反美的政府，它不能让它在眼皮底下存在。对。不过讲到这里，我又要这个骂一下小泉。这个进次郎啦，那你觉得美国这样连续对委内瑞拉外海的这些船只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它是运毒，砰砰砰打掉，已经死亡差不多也超过90人以上了。你觉得这个符合规范吗？那比雷达照射强烈100倍吧。那你有没有任何日本所谓的重视这个海上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对这样子行为有表达任何意见呢？任何国家都没有，因为是美国嘛，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美国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世界已经走向真的是以实力为前提的这种现实主义的丛林法则。那但是呢，中间大国之间的利益呢，大家还是会知道界限所在。那就算是委内瑞拉被围，你看它的油还是往中国大陆去。好，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川普的动作，除了打击这个整个南美洲的反美势力之外，还有背后瞄准中国大陆。那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川普想要拿下马杜罗，那他背后是不是有要支持谁？因为现在有这一位的可能是所谓的预备的总统，他是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有没有可能是川普要预备安插的人手呢？我们来看到他这个马查多竟然是在这个今年的时候，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嘛，竟然意外的现身在挪威的奥斯陆。那他当时有一个逃亡的过程，大家说，哇塞，也太像这个谍报电影了吧？当时他戴假发，通过了10个军事检查站，从小渔村搭渔船出来之后，出海期间还有美军罩着 F-18战机在委内瑞拉湾的上空盘旋来护航他。接着在美国的安排之下，他搭私人飞机就前往了挪威。那他也公开说了，等到我真的回到委内瑞拉之后，我就会来终结暴政。大家把他视为是川普预备要安插的人选吗？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马杜罗现在的政权要推翻他，有可能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是美国是要这个培养栽培马杜罗的这个政敌，叫做胡安瓜伊斗。胡安瓜伊斗他现在在3年前就跑到美国佛罗里达了，他后来成立了这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也不了了之了。他又当了流亡总统。那个最高法院流亡的最高法院又让他成立一个流亡，担任他这个胡安瓜伊斗当流亡总统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佛罗里达距离委内瑞拉2300公里，
而且胡安瓜伊斗只要离开委内瑞拉，人走茶凉，没有办法影响你，你怎么去长边管辖在委内瑞拉里面的政局？而且胡安瓜伊斗只有42岁，从政资历非常浅，所以美国一看不对，胡安瓜伊斗已经凉了，那我现在找这个马查斗，马查斗是个女的。那马查斗在2012年的时候啊，在13年前选过总统，他虽然失败，但是他就参加过全国的选战，这个选委内瑞拉的总统，虽然败选了，但是最重要的，在今年的10月，这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告不是美国总统川普是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查斗马查斗当选，这个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拿到诺贝尔奖的，就是马查斗。美国一看，这个人可以培养，也选过总统，只是失败。而且他年富力强，现在58岁，刚好你年纪也够，对，然后又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有这个国际上的声望，美国现在转向了，所以让他去领奖出去。但是我认为这个困难度蛮高。美国只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硬处理，就是对委内瑞拉动武的话，那委内瑞拉会四分五裂它三头林立变成割据的局面那美国也会变成一个侵略者。美国要不要做？这个是硬处理的风险。第二个，美国可以软处理，继续极限施压，就我要极限施压，让这个马查斗的声望能够起来。但是问题，你在极限施压，委内瑞拉里面呢，现在已经反美情绪高涨，国际上包含俄罗斯、包含中国大陆都挺那个马杜罗。你是不是你这个极限施压会造成委内瑞拉内部的凝聚，而且夜长梦多。所以你要软处理吗？好像也不好硬处理会四分五裂，软处理会夜长梦多，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内部铲除。你要不要内部铲除？那就内部铲除嘛。就跟以前埃及总统萨达特有没有？那些阅兵的时候被弄掉，就是这样内部铲除。但是困难度蛮高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势力人全部搞得自己好好用得非常的严密严谨，所以这个想要从内部铲除马杜罗，会困难度蛮高的。好，如果内部有人暗杀把马杜罗拿下来了，但是问题是他的接班人马杜罗第2还是马杜罗，美国把他马杜罗弄掉，又来一个马杜罗，是他培养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了要内部铲除也有困难度，所以美国进退维谷，想要这个栽培这个马查斗，我认为一时两刻还看不出好的结果。好，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一场战事真的看起来是一触即发，川普又有最新的新动作了。这一次瞄准的不是先前所宣称的这个运毒船，而是一艘大型的游轮。最新是美国自己公布了扣押这艘游轮的画面，而且呢，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的现场这个整个扣押过程的画面。来，请导播帮我们 cue 一下，这是来自于美国司法部自己 Q 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到呢，从画面上我们来看到是2架的黑鹰在大海上面低空的做盘旋之后，好，现在画面可以看到这个机门已经打开了，全副武装的美军他们直接从这个垂挂到一艘的巨型的游轮甲板上面，接着从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这个美军快速的突然间进入的船舱，并且持枪做扣押的动作，甚至准备强攻进入到驾驶舱。针对目前的这一起行动，我们看到川普怎么样说的呢？好，来看到川普是说，我们刚刚在委内瑞拉的海岸扣押了一艘游轮，而且是非常大的游轮，实际上是他到今年为止最大的一个游轮。那至于提到说，那你扣押了游轮之后，石油要怎么做处理呢？他说，我想我们会把这些石油给保留下来。那么川普还呛说，哥伦比亚总统你注意了，你有可能就会是下一个人。那委内瑞拉的政府当然呢非常的气愤就开始控诉美国是公然的窃盗，这个是国际海盗的行为。马杜罗总统也说，呼吁我们坚决反对干预主义痛骂美国，反对任何颠覆政权、破坏计划。美国应该要专心的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才对。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川普这一次还派兵，然后呢扣押委内瑞拉的游轮，理由是这一艘游轮多年来涉嫌支援外部的这一些恐怖分子组织在运油，它是打击犯罪吗？有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没有啊，这是海盗行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海盗的行为啊，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啊，公然违反国际法。可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不然你怎么样？那我就是违反了，你能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啊。这就是美国给大国做了一个表率，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就这样做，不然你怎么样？啊，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国啊，尤其是有军事实力的大国，要想一想，对于周边的那些军国主义者啊，有的时候或是一些人啊，你要讲的，不然你怎么样？啊，这个我觉得要学会这个啊，不要太温良恭俭让的，要有一点，有的时候对这些坏人、小人、恶人，不然你怎么样？可是问题就在于，委内瑞拉他并不是坏人、小人、恶人啊，他没有被联合国的安理会这个制裁，没有，所以美国没有权利去扣押或者是片面制裁委内瑞拉，安理会没有同意哦，安理会都没有批准过。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违反安理会，也违反国际法的，这样的一个海盗的行为。好，那当然，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切断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嘛，因为它会让各个国家的油轮不敢去帮委内瑞拉载油嘛。那委内瑞拉最大的就是油的资源，那油卖不出去怎么办？现在只剩下2个国家可以突破美国的这个做法，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油轮。一个就是俄罗斯的油轮，美国就不敢去抢插中国大陆旗帜的油轮，或者插俄国的油轮。但问题就在于中俄这2个大国，目前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强烈的意愿要介入美国跟委内瑞拉之间的矛盾。好，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最新的动作，也就是美国介入在委内瑞拉的这一艘油轮，被形容是这个海盗的动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空中又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看到是美军还派出了2架他们的 FA-18超级大黄蜂，直接在委内瑞拉的上空盘旋哦，这时间长达了40分钟。美军强调说，我们没有进入到委国的领空，是在国际的空域。不过今天早上有一个最新消息是，委内瑞拉的这个为什么说美国要在上面做盘旋40分钟？原因这边有提到说，报道写说，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这位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他又因为指控舞弊遭到通缉，长历了1年多的时间之后，他为了要出席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出席这个在挪威的典礼，所以呢，他带着假发乔装要做逃亡，闯过了大概10个军检站，搭渔船要横越加勒比海，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川普做透露了。那川普政府知情之后，才会派了 F-18在跨海附近盘旋了大约达到40分钟的时间。不管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委内瑞拉看在眼里，很不是滋味，他就觉得你美国是在挑衅，尤其委内瑞拉湾的3面都是委国的领土，而且川普之前不是集结了大量的兵力，1.5万名的美军、福特号航母、F-35等等，是真的要开战了吗？还是有其他目的？李将军怎么看？委内瑞拉湾我把它比作渤海湾，可能我们这个华人来讲就比较能够理解那渤海来讲，领海是12海里之内叫领海。可是你想想，如果说渤海里面的领海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周边薄薄的那一层属于领海，可是中间那一大块还是属于公海。可是问题是说，美国军舰或日本的飞机敢轻易闯进渤海吗？那当然，中国将这个地方整个渤海湾视为它内海，因为外面有辽东半岛跟山东半岛包围在里面嘛。讲一讲公海，可是这实质上面就等于是中国领海。委内瑞拉湾也有一点类似这个样子。关于美国川普对委内瑞拉这些动作，我想说，结合我们前2天美国自己所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看的话，我简单4句话，因为美国的位置，你要站在美国立场来看。如果站在美国角度，它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北边是跟加拿大邻接，南边接连的是南美洲，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国家战略，我用4句话来讲。第一个叫做这个西印，对西边来讲，对欧洲来讲，他态度要硬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确保西半球跟美国的安全。对，西硬东软他对中国来讲他要中国自己用实力来对抗西硬东软，然后南边来讲，南边要压住南美洲你不可以南美洲这些国家要恢复门罗主义的主张，不可以让中国或俄罗斯的势力能够伸进来。
然后北是什么呢？北边加拿大叫做北嘲笑，他对加拿大亚洲嘲笑，因为我跟你就是无所谓哈。对，所以我觉得美国国家战略，你看就是西应东软，然后南压北嘲弄哈，嘲弄。那当然，如果说是这是我觉得对委内瑞拉来讲的话，他对整个战略上面来讲是对的。他就国家立场，我一定要压住你南美洲，你不可以让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势力进到这边。那很明显，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中国、俄罗斯，除了说是军事之外，哈，尤其是经济方面来讲，慢慢已经进入到不管是巴西啦，或委内瑞拉的石油啦，哈，或者是秘鲁的这种前海港，中国势力已经进来了。所以川普来讲，一定要硬压。可是战略上面你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你战术上面是错的。你哪有说是战术上面在海上晃荡了2个多月，然后一点行动也不敢实际采取？我觉得兵贵速，好不贵久，你一定要很快的能够解决这场冲突，解决达到你所要的目的。但是如果说你拖久了，其实我觉得战术上对美国是不利的。好，川普政府针对这个南美洲国家南压哦，所以确实哦，他也已经除了持续的对委内瑞拉施压之外，甚至呢，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爆料，他们整个川普政府都已经拟定好了，接下来马杜罗下台会有什么样的接管方案。但是呢，被大家解读说，哎，你这个也太两极化了吧？你怎么可以双标呢？因为你同时也特赦了，同样也有贩毒的，这个是洪都拉斯前总统叶南德兹啊，难道你为了政治利益都不管了，如此双标吗？外界就认为说，川普啊，你这是上演门罗主义啊。那门罗主义就是如刚刚将军帮我们讲的，他现在更重视的是整个西半球。那么他也说了，他们都是美国的后院，包括了这些南美洲国家，不准外国势力插手。我们来看到，针对于刚刚所谓的门罗主义，是不是中南美洲也不想被大国这个宰杀了？墨西哥突然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亚洲1400多项商品课征最高50%的关税，当中提到了大陆车企要面对50%最高的关税。川普的这些手法，针对南美洲国家是复辟门罗主义吗？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一些南美洲国家开始反抗了。委员怎么看？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美国的战略扩张，只限制于这个西半球，然后在欧洲它战略收缩，在亚洲它进行战略竞争。这种战略扩张在这个美洲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北从加拿大，南到阿根廷，通通是美国说了算，你们通通是美国的附从国家，哪有什么主权国家平等的？这个原则是1823年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设立下来，就是说不准欧洲其他国家干涉美洲国家的事，美洲国家也不想去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就是所谓欧洲战略收缩、美洲战略扩张的这么一个主张。那川普现在正在实行，所以为了要推动这个要求，所有的美洲国家1不准反美，2只能亲美，3不可以跟中国、俄罗斯眉来眼去。在这样一个要求底下，任何有违反他这个要求的这个政治人物，通通要下台。他现在就在进行一种政治清洗工作。第一个对象当然是委内瑞拉马杜罗。你以为你自己有石油，你就可以这个那个？对不起，我直接把你油轮给扣走。所以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哦，未来的处境只会越艰难。马杜罗也一定会下台，因为这个两边实力悬殊太大了哦，这是无可奈何。至于你刚才提到洪都拉斯的总统啊，叶南德兹。叶南德兹曾经在台湾拿到了彩玉大勋章的最高，所以他是证明他是个亲美的啊。那他有没有涉及到贩毒？他涉及到贩毒是在2022年卸任总统，在洪都拉斯，然后被这个引渡到美国去，美国判刑45年。在2024年判刑45年，2025年川普就下令特赦。对，那什么意思？因为他亲美的，只要亲美的，你犯什么罪都没关系，而且你亲美，而且要服从美国啊，叫你跟台湾建交你就跟台湾建交，所以只要亲美要服从美国，那对不起，你保你平安。所以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命运，还有什么哥伦比亚他现在就是我刚才讲了，政治清洗是第一个，委内瑞拉，第2个哥伦比亚跟墨西哥，所以墨西哥吓死了，赶快老大，你说什么啊？然后那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
我跟中国一带一路赶快切掉啊，赶快切掉。所以现在你看看巴西总统鲁拉都现在点不敢吭声，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个阿根廷总统米莱我就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我只是从中国要点钱而已哈。那 OK， 这个 OK 好，所以他现在正在驯服所有的美洲国家，包括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的自己心里要有数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